从上一集我们了解到，DNA 可以做亲子鉴定，是因为 DNA 编码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，是鉴定生命遗传关系的唯一依据。我们一直在说 DNA 编码，这就是 DNA 编码。我们人体由40到60万亿细胞构成，每个细胞中有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。人浑身上下是细胞，浑身上下是编码，人就是这样的 DNA 编码编出来的。正因为每个细胞中都有全部的 DNA， 都有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，因此我们的每一滴血、一星点黏膜、一根毛发囊都可以做亲子鉴定。DNA 亲子鉴定就是检测细胞中的这60亿 DNA 编码序列，通过对这些编码的解码、分析计算，找出生命之间相同的遗传标记，才能确定亲缘共主关系。DNA 编码是怎么进入我们人体每个细胞的呢？它们原本藏在哪呢？ DNA 编码到底有多小？它承载的信息有多强大呢？这些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你我的身体中。我们知道，人类基因组是由24条这样的染色体组成，1到22号是22条常染色体， X 和 Y 是2条性染色体。24条染色体包含着30亿这样的 DNA 编码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、编码序列承载的编码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核心是序列。24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就像24个电脑软体程序，表达出24个不同的信息。例如，我们人的1号常染色体由2.4925万多的编码序列组成，它是我们人体中最长的一条染色体，它包含的编码数最多，它承载的信息量最大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条染色体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它们最早藏在哪儿呢？它们最早藏在父母的精子和卵子中。在父母的精子和卵子中，各有1号到22号22条常染色体，各有1个性染色体。精子和卵子中各有23条染色体，各包含着30亿 DNA 编码。卵子中的性染色体是 X， 精子中的性染色体是 X 或者是 Y。如果带 X 的精子受精，就生女儿；带 Y 的精子受精，就生男孩。
生男生女由精子决定，一半的精子带 X，一半的精子带 Y，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人类男女性别的平衡。当人类自己发生问题，例如战争、重男轻女等等，就会造成性别落差，男女不平衡。而 DNA 本身既科学又公平，是不是非常神奇呢？60亿 DNA 编码是怎样进入我们人体呢？当精子和卵子结合以后，在针尖大的受精卵细胞中，就有了2个22条常染色体，也就是22对常染色体，2个性染色体，也就是1对性染色体，一共有了23对染色体，包含了60亿 DNA 编码。还有从母亲卵子中进来的线粒体 DNA， 在针尖大的受精卵细胞中就有了全部的 DNA。 奇妙的是，针尖大的受精卵细胞会呈几何式的分裂，1分2， 2分4， 4分8，最后长成40到60万亿细胞的你和我。更奇妙的是，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把染色体、线粒体以及包含的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复制到新的细胞中去。22对常染色体、1对性染色体还有线粒体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，也就是我们人体的全部 DNA， 就这样进入到人体的每个细胞中去。而 DNA 编码有多么小， DNA 信息有多么强大，都是难以想象、奇妙无比的事情。先说 DNA 编码有多小，小到你无法想象。精子中的30亿编码都藏在肉眼看不见的精细胞核中。DNA 的直径约2毫微米，要放大5万倍，肉眼才能看见。而它的信息有多强大，同样让你无法想象。可以用一个真实案例告诉你。1891年4月29日，当时作为俄国王子沙皇里古拉2世访问日本大津市，遭到一个护送的日本警员刺杀，但幸免遇难。当时他穿的衬衣被送到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保存下来。在120年后的2009年，研究人员通过衬衣上一块血斑进行 DNA 检测，沙皇的常染色体和 Y 染色体 STR 分型全部显示出来，和沙皇的头骨 DNA 完全一致。同时，研究人员也在美国旧金山找到沙皇父亲堂兄的孙子安德鲁，他的 Y 染色体遗传标记和衬衣血斑沙皇头骨的 Y 染色体遗传标记完全相同，为当时俄国沙皇一家死亡案 DNA 鉴定工作画下了完满句号。DNA 遗传信息有多么强大，在此
可见一斑。在以后的案例分析中，我们会用科学原理验证鉴定环节，用鉴定结果印证科学原理。你会发现自己身体中的 DNA 编码虽然不神秘，却非常非常神奇。